这个人是我，已经8个小时没吃饭了。这是我坐的火车，它坏了。至于这趟横穿大半个美国的旅途中到底都发生了什么，那可太有的聊了。除了坏在荒郊野岭中的巨大双层车，本期视频您还将看到顶级展望、小阿勒泰、和平之心、迟到牛排。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虾。这期视频可能跟往常有那么一点的不一样。显然，国内的火车站并没有长成面前这种样子的。是的，欢迎来到海对面内陆深处的芝加哥联合车站。今天我们就将从这座100年老站出发，乘坐美国铁路最负盛名的加州和风号列车，穿越大半个美国，一路前往3900公里外的旧金山。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进站。如今的芝加哥联合车站大楼于1925年投入使用，采用了大量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设计语言，即便在建成100年之后，也能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美国咆哮的20年代时期的审美。当然，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火车的车次再怎么多，车站大屏也仍然会忠诚地把每一趟接驳大巴都显示出来。我们这次买的是 Roomate 卧铺车票，可以免费进美铁 Amtrak 的休息室。这个休息室 Amtrak 也是尽力想做成几十年前在美国坐火车的感觉，里面挂了很多老铁路公司的老照片和装饰画。食品饮料的配置呢也还算可以，有水果、酸奶和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零食。2楼的吧台还可以打咖啡或者泡茶啊，当然了，也少不了美国人最喜欢的各种瓶子宛如洗手液一样的蹦动式糖浆。不过美式甜度我实在是遭不住，就简单泡个茶包好了。去1楼把今天晚上车上的晚餐时间约好，休息休息，等着一会儿上车了。这个离发车还有10几分钟，然后不对，离发车还有9分钟，然后我们现在还没开检，这，好像有点要出问题啊。芝加哥联合车站虽然地图上看起来好像是南北两侧都能进出的贯通式车站，但这个站的布局本质上是把2个北京北站那样的尽头式车站背靠背贴在一块儿，所以我们的火车其实是倒车进来的。这里是车尾，车头在另一边，以及美铁这些长途车几乎清一色都是内燃动力，所以虽然站台在地下，但还是免不了10几辆内燃机车扎堆在这儿，在物理意义上震撼人心。堵人啦！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高度，哇，这个真的是一堵墙，不锈钢的墙。我们的 Roomate 包厢在2楼，但其实1楼也有几个一样的包厢。具体你的包厢是在1楼还是2楼，是系统随机分配，行动不便的旅客会被优先分在1楼。这趟车的具体票价因为计算系统和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片尾再细聊。总之，这里就是我们的包厢了。下铺白天是2个座位，上铺则是一个折叠床，现在收起来了。得等晚上列车员过来整备，我们才能见到这个包厢过夜状态的完全体。All right, everyone, the bar is open. Come on down. Bar is open in the lounge. Thank you. 不是这几个意思，发车了，但是没完全发车，不是几个意思呀？走不走啊？对啊，挪了几步就停了。不知道美铁这个神奇调度是个什么逻辑？我们刚刚分明已经发车，但还是开一半被调度一嗓子喊停，让另外一趟中道的车先进来。美国真不愧是航空大国，坐个火车都能体验到跑道外等待。但总之，下午2点35分，5次加州和风号列车晚点35分钟驶出芝加哥联合车站。列车从车站南边的地下道钻出，回头就能看到斜上方的芝加哥天际线。加州和风号列车离开芝加哥后会一路向西，横穿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并于明天早上抵达丹佛。随后，列车会翻越落基山脉，穿过犹他州的红土地，路过盐湖城，驶过大盐滩，沿着100多年前华工修建的铁路横穿内华达州，翻越内华达雪山，最终抵达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湾区，全程3924公里，正点用时52小时57分钟，或者说3天2夜。出站没多久，我们就离开了芝加哥市中心。这段线路是 Amtrak 和芝加哥通勤铁路 Metro 以及 BNSF 货运铁路共用的 BNSF 芝加哥线。旁边交汇的这个仿佛没有头的双层火车就是 Metro 的车，机车的最后面以一种倒骑驴一样的姿态推着整列车走。Metro 还有一种看上去更邪典的双层电力动车组，那个车两端都是这种刷着红白条的垂直墙，离远了看上去完全就是几节没有头的车厢在铁路上乱窜。老美搞铁路真的就是不管好不好看，能用就行。那边就没了。对，那边那也哦，3、4，我见过。算上2台列维补机是6个。各位出来玩一定要做好避雨工作。
视频拍摄于今年3月中旬，发车头一天，我顶着冻雨去拍芝加哥 Loop 那个著名的铁路十字交叉，然后就被叫感冒了。这会儿我刚吃完药，正补觉补得昏天黑地。现在这些镜头都是我的队友伊森拍的，各位弹幕里麻烦帮我谢谢一下伊森吧。虽然日落前的几个小时里风景几乎一成不变，但如此标准的美国中西部大平原风光，难得来一次，错过了可就太可惜了。这边这节浪着车就是在坐车和餐车中间的一个观景车厢，然后它就是这种大穹顶，看风景的话就非常的爽，特别是像现在日落的时候。这个锁还虽然有一个锁定好了，但是很显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厕所。Roommat 这个东西应该算是美国铁路的一个特色，就是你说不好它是硬卧还是软卧还是高级软卧。但虽然这个包厢是挺小的，但是呢，它毕竟一个包厢里边只有2个人，而且它这个包厢是不存在混住的。你如果是一个人来住的话，它收你是1个半人的钱，所以其实就隐私性什么都还是挺好的。比方说，虽然说过道这边是个窗户，但是我们可以把帘儿拉上。这样的话，这里边这个空间就是绝对私密的，就是你自己的了。然后呢，整个包厢的布局呢，其实是这样：这边是一个座位，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座位。但是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2个座位是可以拼到一块儿的。拼到一块儿之后，它就是一张铺。然后第2张铺呢，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个折叠铺。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列车员过来铺这个铺，反正就是整体的布局有一点像 Sunlight 的那个 Single Scene， 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布局。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每一个 Roommat 的窗户都是一个紧急出口。具体怎么用，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来示范了。桌子的话是这个大玩意儿，打开。各位如果来仔细看的话，应该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是印在这个桌子上的。然后这个玩意儿呢，在50年代的那些老的美国铁路客运上面，你如果去看那些老视频的话，当年的桌子就已经是国际象棋棋盘了，他们还是很喜欢玩这个算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以及2年前我去跑海岸星光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安全须知，然后今年呢突然就配上了这么个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这个全世界铁路开始流行这个东西，因为国内也是，就好像突然一下就开始配备安全须知了，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2瓶水是上车的时候发的，然后离我们开饭还有半个小时，一会儿咱去餐车看看今天晚上有什么好东西。这就走了。这个车的摇晃就属于那种你根本就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运镜，所以就我们来试试它这个沙拉会怎么样。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种美国特色啊？它已经是油醋汁了，然后这么一包的能到140卡路里。啊，那我还全给加进去了。我也是，我加完之后才发现，然后我舔了一口袋子，我觉得我在喝油。晚饭的主菜我要了一个三文鱼，牛排呢留给明天晚上。三文鱼做的全熟，有点柴，整体一般。伊森的牛排倒是维持了 Amtrak 一贯的水准，一贯的火大，一贯的倔强。没毛病，这是 medium well， 这是 medium well。OK， 点的 medium， 做的 medium well。OK， 啊，这个其实挺嫩的，看着。对，这个应该还好。We are going back. No, we're backing up.
Yeah, you're Wait, what the heck? Whoa, we got a problem here. 甜点的巧克力蛋糕还真没有预想的那么甜，是我能接受的甜度。同时，巧克力的味道非常浓郁，是今晚整顿饭最好吃的一道。至于刚才那一把倒车，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列车员，他们说就是单纯的进站冲标了没停住，或者说刹不住车了还。就往回倒了一把。毕竟是调度风格粗犷的美国大区，这么倒几十米零人在意。要是在东亚这种线路极其繁忙的地方，开错近路悄悄倒车，可是真的能把好几条线都给堵一天的。Thank you. Yep. Have a good n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淋浴房，这边是换衣服的地方，然后真正的淋浴房在后边。宽敞还是挺宽敞的。来，我们打开看一眼。好像今天还没有人用过。一个喷头，然后下边调水的，但是它没有什么肥皂什么的，这个洗头水什么的都得自己带。毛巾的话是在房间里面有，就从房间里边拿出来就行。整体上还可以吧，反正，一会儿是得洗个澡，今天得在浴室喝了一堆热水，出了好多汗。行，挺好。淋浴房的体验远超预期，热水、凉水都没有使用时间限制，水压很足，同时卫生也比日本的 Sunrise 好了很多。看了一圈也没发现那种特别容易长在密封胶上的黑色霉菌。洗完澡去展望车休息一下，前方车站咱们要见个朋友。这自行车也是能上？可以。这给你的2瓶这个水啊。好。我这个有点傻，没事，搁这箱子里，搁里面。你这个一路还算顺利。我的妈呀！啊，欢迎提前来到加州，跟美国有3个加州，加利福尼亚、内布拉斯加还有阿拉斯加。你这一路还算顺利吗？还可以，都挺好的。啊，可以。今天吃的怎么样？今天吃的不错。哦，可以。今天那个牛排什么的，我觉得你已经把这一程就是最无聊的部分已经做过去了。这些 middle of nowhere。对 middle of nowhere， 你明天睡一觉起来，就接下来就是比较好看的景色了。一般，我感觉梅田就是这中心部啊，坐车的人还是老人和黑人。一些黑人他们是不愿意坐飞机，他们觉得飞机不安全。然后一些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美国的这个铁路时代，所以就是这个对，所以有情怀在这儿。对，有情怀在的。上台骑车啊！好了，我呼叫上去了。行，好，那祝你一路顺利。好，回去路上小心啊。好，行，那我就骑车走。好，拜拜。列车离开林肯站，继续在黑夜中行进。时间也不早了，那就晚安。早上好啊，伊森昨天睡得非常不好，路太颠了。然后我是因为我没事就到处跑车，所以我有个训练就还可以。他是真扛不住，所以早饭就我一个人来吃了。他现在在包厢里边再补会儿觉，然后一会儿我叫一个 room service， 看看能不能就直接把早饭送到房间里去，然后他就不过来了。早饭我要了一份 quesadilla， 结合形态大约可以翻译成墨西哥葱油饼，但是有奶酪、鸡蛋、红椒之类的东西做成了馅儿，很香，非常好吃。差不多就是你把一个 omelet 给拍扁了，然后放在一煎饼里面，这种感觉。有奶酪，有红椒什么的。Is your wife retired too? Yeah. 非常好吃。 Yeah, she retired 3 years ago. It was a magnetic train in China that it was like 300 miles an hour. The maglev train? Yeah, in Shanghai, yeah. Yeah. But that was the fastest. Especially on the way down, we're lucky. We already get I think it's still the fastest train in China. Yeah. Because the common high-speed rail goes 350 kilometers per hour.
we are trying to reach it to 400 kilometers per hour. That's fast. Because it's like no matter how many trains you add, the trip between Beijing to Shanghai, it will never be enough. So about 10 years ago, we did this. So they're just adding just as much trains as possible. There's too much demand. Yeah. 丹佛站也是一个尽头式车站，所以列车进站的时候得走站外的三角线到另一边把方向调过来，然后再倒进去。倒车的时候，列车长会在车尾2楼的门附近一边瞭望一边拿对讲指挥列车另一头驾驶室里的司机。这种时候在车尾就能见到这样在国内完全看不到的景象。我们到丹佛了，在这儿停，本来是要停差不多50分钟，然后现在改成停半个多小时了。就是虽然说，即便是停半个多小时，但我们走的时候还是会晚点出发。但是这种车，这个旅游车的话，它还是更强调你在本地这个休息啊、观光的时间，所以它并不是很赶点，它并不会说刻意的特别赶点。停车时间不能缩太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机车要在这里加油，油不够的话，一会儿落基山爬一半，发动机憋停，整列车往下出溜就不好玩了。现在这2台机车就是昨天芝加哥出发时的那2台 P42DC， 他们会跑完全程，一路把我们拉到旧金山，中间只换司机不换车，也是够能跑了。要知道3924公里，这个距离已经比从北京到拉萨还要远小200公里，所以他们挂2台机车，应该也有机械故障备份的考虑。Thank you。丹佛几乎就在落基山脉的山脚下，海拔1600米左右，跟兰州差不多。今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建成于1914年的丹佛站老站房就显得十分有精神。美铁大部分的车站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只在上车时或者上车后验票，我们就可以出站晃悠晃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在车厢门口跟列车员刷个脸就好。太陡了，没办法。哇，幸好完全看不到。哦，这是个火车站啊！离开丹佛后，列车便会开始翻越落基山脉，这里是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大陆的分水岭。目前我们还在落基山脉的东侧，所有的河流最终都会流进大西洋或者墨西哥湾。而一会儿翻越落基山脉后，所有河流水汽最终都会汇入太平洋或在盆地中蒸发，形成盐湖。3月的落基山雪还没怎么化，而视频发布的这几天已经是炎炎夏日。希望落基山的这些雪景能给各位带来一丝凉意。Wow, that's a lot.在落基山脉最核心的地方，列车并不会继续沿展线爬升，而是通过一条10公里长的莫法特隧道直接横穿分水岭。如果各位打开 Open Railway Map 找到 Moffat Tunnel， 隧道北边的那条爬山小路一样的棕色虚线就是以前的展线。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让100年前的火车绕这么一条曲了拐弯还全都是大坡的路有多么令人头大。有趣的是，隧道通车后，旧线还真的就被改造成了爬山小路，好像还挺受欢迎的。而这条隧道本身呢，则因为实在是太长，并且完全没有电气化，为了避免高浓度的柴油机废气灌进车厢，列车员会把每节车厢的空调都调成内循环，并锁闭车厢之间的通过台的门，也会广播让大家不要在车厢之间走动，尽一切可能避免尾气灌进车厢。一会儿我们驶出隧道后，隧道还要关闭一侧的门，并拿巨型抽风机抽小半个钟头的尾气才敢放第2趟车进来，否则下一趟车很可能会因为缺氧直接憋在隧道里边熄火。列车马上就要进入莫法特隧道，车厢两侧通过台已经封闭，内循环已打开，欢迎进入北美大陆分水岭。
差不多过了10分钟，我们才冲出莫法特隧道，这里已经是罗基山脉西侧，差不多可以去吃午饭了。午饭并没有晚饭那么复杂，就是一道菜加1杯饮料。我要了一个汉堡，跟上次海岸星光号上的一样，安格斯牛肉饼配蔬菜配炸薯片。美国人捣鼓牛肉还是有一手的。OK， 反正这一汉堡就这么给拼上了。你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哎呀，新鲜蔬菜啊！我这边也是，新鲜蔬菜。我真的很后悔昨天没有去吃烤鸡。前段时间大棱镜，就大概1年前，大棱镜有一只牦牛走进去了。什么意思？大棱镜不是个温泉吗？哦，有一牦牛下去。那个温泉多少度呢？将近100度，有一牦牛下去了。然后，而且它那个大棱镜那个温泉里边是带酸性的，所以说它那个里边首先是被烫了，被烫完了以后，慢慢它就被烧了，被这个酸汤给这个腐蚀下去了。所以那段时间每天小红书上面在那发黄石公园酸汤肥牛怎么样。其实要说这普通软座或者说 coach 的话，还是蛮舒服的。它这个座位呢，也是一个2+2的布局，而且是这种非常软的大沙发。往后仰的话，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角度，差不多这样。过一夜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桌子什么的也有。这还挺沉的，这个桌子，这桌子放到现在的车上真的算非常沉，质感很好。就是过一夜没什么问题，你要是过好几夜的话呢，我还是买个铺吧。老样子，我们快速过一遍。OK， 这个锁是这么锁定好了，然后这个位置会亮灯，应该是，就告诉外边的人，这个厕所现在有人。Enjoy the journey。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换尿布台。2卷纸，然后有备用的，这个是普通的手纸，这边还有擦手纸，这真够足的啊！一个厕所里边有3种纸，肥皂，这是水龙头，按压出水的那种，以及这边的垫圈儿。其实还是很可以的，这个厕所它是一个比较像飞机上厕所的这么一个布局。还算可以吧。下午列车沿着科罗拉多河谷行进，我们会从海拔2800多米的莫法特隧道口一路俯冲到海拔1400米的大张克申。这一段应该算是加州和风号全程风景最壮观的一段。目前的科罗拉多河两岸还是白雪皑皑的针叶林，一副冬天的寒冷景色。再过一会儿，河谷两岸的景色会逐渐由白雪中的高海拔针叶林变成干旱的红层以及恶地地貌。对，没错，就是 Minecraft 中的那种恶地 Badlands。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 Minecraft 的恶地是设计师凭空造出来的一种地形，来了之后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地貌就叫恶地，甚至国内的西藏扎达土林和新疆魔鬼城也都算是这种地貌。不知道一会儿各位会不会有熟悉的感觉？这边的很多地方确实是太像国内了。纯正安格斯啊！怎么说？啊？怎么说？短脚牛啊！晚上我肯定牛排。让我想扛着一个152炮弹。这还比你头都大。我说你把这跟头一比，这就是美国的饮料的 size。你说搬只牛上去。好，那个好香啊！
我操！哇，谁点的牛？谁点的牛？这点第一波在吃饭吧？哇，好香啊！啊，我们的机车，但是兄弟，你什么情况？不是大哥，你们不修车了吗？这个两边直接通视啊！Probably won't see too many river rafters on this cold day, but you might see some wildlife out here. 明天这会儿能到吗？应该可以。结果就是在大张身看完真正的破了的机车之后，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击破了，一把紧急之重，现在撂在了这应该是拱门国家公园这边，就是刚才这个灯闪的噼里啪啦那几下，供电好像没了。看起来大伙儿好像都习以为常，展望车里边一个着急的都没有，该干什么干什么。也是在美国赶时间的话，距离短就开车，距离长就飞机，肯定不会来做一趟主营旅游，顺便当公共交通的美式绿皮火车。但随着列车停车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自己多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这停了半个小时了，所以刚才餐车什么情况？刚才过去问了一下，本来想问他什么时候叫我们去吃饭，因为我们约的饭点是6点45。后来一进去发现那俩餐车那老哥坐那块生无可恋的，搁那看手机呢。俩人看都没看我一眼，我说咱这是因为厨房停电了，所以咱们暂停所有服务了。说厨房用的电灶用的机工。说没饭吃了。行，那就没饭吃了吧。所以目前就是一个很饿但是没有饭吃的状态。暂缓品鉴牛排。已经停了快1个钟头了。怎么说呢？跑横贯的时候在红柳河南让车都没停这么久啊！煤铁击破了你这个，就只能稍微有耐心一点。煤铁，照着3小时去吧。2个、3个、4个。被货列踩喽！确认是货列，不是救援。这货车都比我们跑得快呀！停的时间太久，一直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我索性把电脑架上，开始考卡，也能让我有点事儿干。就是不知道餐车那边有没有什么备用干粮。我已经8个小时没吃饭了呀！ OK， 总之就是在停了，得2个小时吧。停了2小时之后，我们这个车决定先不管供电的问题，先开到下一站。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一个供电出了问题，要停在荒郊野岭里边搞这么半天？这个下去之后看看，短时间之内要修不好的话，直接去下一站不就好了？啊，车站里边还安全，还亮着点。这荒郊野岭的
这万一再有点野生动物什么的，这对职员也不好。开了可能也就3-5分钟，现在又停下了。已经在发紧急餐食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理解他们这个 emergency 电源，他们到底 emergency 里头啥？一个紧急电源，在需要它的时候，厕所冲不了水，广播这只车厢没声音，但是那边那些卧铺车的过道灯一个暗的都没有，该多亮还是多亮，而且特别亮啊！就 for what？是的，美铁车厢的应急电源它不管厕所，所以一旦机车供电中断，全车的厕所直接当场一个不剩全都歇菜。虽然用的都是真空级变系统，但美铁这些车抽真空用的是电动的大功率真空泵，如果接入应急电源的话，用不了几次就能榨干电池，还真就不行。而国内的绿皮车厕所的风压则是机车直接从总风管打过来，跟供电是完全分开的2套系统，所以断了电也能接着作业接着舞。列车抵达了一个叫做 Helper 帮手的小站，旅客们纷纷涌向车站的卫生间。虽然 Helper 最初的意思是以前老机车爬前面路段的大坡要在这里加挂帮忙的机车一块推上去，但今天帮忙的已经变成车站的厕所了，总觉得有点黑色幽默。现在是大概差不多6点40吧，爬了得小2个钟头了，在盐湖城，终于有电了，这空调也终于有动静了。上一次这个空调有动静还是昨天晚上7点。准备出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之前挂在我们机车后面的那节行李车厢，不知道怎么着就给扔出来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要挂在我们的车尾拖着走。难不成昨天其实机车没事，坏的是它？一会儿问问列车员吧。离开盐湖城的时候已经是早上8点1刻，比正常的发车时间晚了7个半小时。虽然是放在国内铁路上难以想象的巨大晚点，但这么一搞，这一路一大堆包括但不限于大盐滩、曼哈顿计划的空军基地和某著名废弃铁路小镇等等，本来应该全都在半夜睡过去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白天通过。不仅最大化的车票效益，还最大化的景点效益。所以其实晚这么多，我还挺开心的。早饭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餐车是怎么布置的，反正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理论上上早餐的那个补给点儿，于是呢，早饭就变成了麦当劳。早晨全餐，我觉得不错了，还有东西吃，挺好的，挺好的。犹他州的大盐湖是整个西半球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盐湖城名字的来源。只有巨大晚点的列车才能在白天看到大盐湖，正点的话通过这里的时间是午夜0点左右，所以如果只是1-2个小时的普通晚点也没有用，就得照着6个小时往上晚。可惜今天有点阴天，整个盐湖灰蒙蒙，但即便这样，从水平如镜的湖面欣赏汽车和天空的倒影仍然是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真正好看的是天放晴后，列车进入已经干涸的大盐滩，字面意义上一马平川的荒漠延伸到天际，和100公里外的山脉融为一体。列车长介绍说，这片大盐滩里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跑车测试，也拍过很多诸如加勒比海盗3和壮志凌云2之类的大片，但我的话总觉得这里其实更有疯狂的 Max 4的那种感觉。巨大的车队在平坦的荒漠中狂飙，吉他手站在车队中央堆满音响的卡车上面，一边弹一边喷火，
如果这个车队真的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跑到我们面前，我一点都不会吃惊。在大盐滩的最西边，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交界处有一座机场，叫 Wendover Airport。这里是曼哈顿计划中 B-29 的训练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伊诺拉盖1号 B-29 轰炸机就是在这里进行了训练。而当时停放这架飞机的机库战后也经过修复，现在是美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旁边的 Wendover 镇后来也解密，变成了一个小赌城，坐落于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州界上，享受着独特的区位优势。So yeah, you can tell the Utah side it's pretty run down. And then you'll get over to the Nevada side and it's all nice brand new homes and nice yards and a really pretty golf course that's super fun to golf on. OK， 所以昨天晚上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车头，那2台 PCR DC 机车，这个是行李车，这个是后边的坐车和卧车。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是他出了问题嘛，是行李车出了问题，所以就是先把他们俩出来。然后把这行李车甩到旁边的这条道上面，然后头再回来挂上我们，然后把我们就这会儿就是我们俩已经醒了，把我们拉到前面来，然后再把这个头，然后再整个倒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吊机，然后整个车挂上这一节行李，然后大伙儿再一块走，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接下来这个地方对于绝大部分旅客来说连观光点都算不上，但如果您看过小约翰可汗的视频，这地方可能会有点印象。列车正在接近帕利塞德小镇，这里鼎盛时期号称西部最无法无天的小镇，但其实所有的无法无天都是小镇居民们演出来的真人秀西部片。会骑马的就演劫匪演牛仔，酒馆老板演黑社会老大，满足乘客们对于小说中狂野西部的想象。但后来附近矿区资源枯竭，加上1910年的一场洪水，小镇还是走向衰亡，并被彻底废弃。虽然这里后来被一位历史爱好者拍下，并致力于保护这些遗迹，但终究还是抵不过岁月的侵蚀。历史中的人们来来往往，而他们所留下的痕迹，最终都将化为一粒粒尘埃，隐没于风中。好，开锅。其实之前在学校食堂也很爱吃这个。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南美风格综合炖豆腐？它不是南美风格的，它不是，它是那种意大利。不知道美国人自创的一个菜 ，OK， 就是炖牛肉碎糊糊，这个豆子什么一些这些。这玩意儿，它算soul food吗？不算。8816说这地方叫北四环地槽，没毛病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Reno 是个比 Vegas 还要老的赌城，我们也是在出芝加哥之后一路下来到这里才第一次见到了 homeless。地道外是繁华的赌城，而地道里的铁路棚还有这么一群人在苦苦挣扎。美国全国的统计是一个人在变成 homeless 后预计的存活时间只有3到9年。我甚至不知道视频发出来的时候，他们中会不会有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机会知道他们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想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愿他们好运吧。离开 Reno 后，列车开始翻越全城的最后一座山脉——内华达雪山。我们会在60公里内从海拔1370米的 Reno 爬升到海拔2139米的 Donner 山顶，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不到60公里的距离完成一个相当于兰州到西宁的爬升。这段铁路当年也是华工修建的，幸好我们的列车往回追了1个小时的晚点，我们才能在太阳落山前赶到这里，欣赏加州和风号最后一段精彩的山路，并感谢当年华工们的付出。铁路走到这个山口还有个名字叫 Donner Pass 唐纳山口，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个标准的神秘园剧本。故事用标准的本频道风格讲述的话，就是本期视频您将看到，来都来了，准备不足，湖边露营，雪中行军。唐纳大队1846年春天从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出发，前往加州。等到内华达山脉脚下时，已经是当年10月。由于随时可能下雪，向导强烈建议不要进山，但大伙儿还是决定都到这儿了，干脆直接上。结果整个大队被暴雪困在了山上的一个湖边。一整个冬天过去，39名队员被冻死、饿死，幸存者几乎全都是靠食用死者的遗体才捡回了一条命。为了纪念这支队伍，这个山口和旁边的湖就被命名成了唐纳山口和唐纳湖。现在列车旁边的这个湖就是唐纳湖。太阳即将落下，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
车上最后一顿晚饭，终于有牛排吃了。但应该是因为大晚点导致的补给问题，晚饭只有主菜，没有前菜和甜点，倒也合适。这个牛排它终于不再倔强，终于达到我想要的状态了。上镜了，不上镜了，不干了。这个非常漂亮，一定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漂亮。My we got nothing。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回去。翻过山，横穿加州中央山谷这段路，夜里过就夜里过吧。毕竟这一段其实基本就是我之前 Capital Corridor 做的那段。你的列车有些晚点，但你的行程又弥补了这一部分。旅行就是一个发生意外到解决意外的过程。对，没错，列车的晚点是有些打断了我们的计划，但从大盐滩到 B29基地，再到帕利塞德小镇，要不是大晚点，这么多有意思的地方可就全都被略过了。出来玩，永远不要先去预想那个最坏的结果，因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比原先的好结果还要好。有个好心态，旅行就会变成享受。列车离湾区越来越近，差不多也可以聊聊这趟车的车票了。美铁的所有车都执行的是类似机票那样的浮动票价，并且浮动范围可以非常大。这趟车的票价我们观测了差不多半个月，最后选了最便宜的那一天。2个人一间 roommat 包厢，一共1103美刀。而因为列车严重晚点 ，Amtrak 之后还赔了我们250刀，等于最终实际票价是每个人426.5刀，按当时的汇率算还不到3000人民币。考虑到这一路其实是类似游轮一样半坐半玩过来，还包了2晚的住宿和7顿饭，真就比直接飞过来观光加住酒店吃餐厅的开销还便宜一大截儿。所以各位以后如果有机会来美国玩，真可以试试这些长途列车，体验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并且能一边走一边玩，欣赏一路的风景，还是很有意思的。晚上11点25分，我们的加州和风号列车终于进入旧金山湾区，抵达了终点艾默里维尔站。列车最终晚点差不多5个半小时，追回来2个钟头，该看的景儿也都没落下，还意外收获了好多正常看不到的景色，真就不开玩笑的最大化的车票效益。感谢一路上铁路工人的服务与协助，他们真的辛苦了。也感谢各位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这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